自从地表发现了市级兽，这些年来他们的分布密度持续增强，猎荒者频频遇袭，死了不少人，带回的物资也越来越少。现有的资源已经养不活灯塔上万民众。是爸爸。我们必须调整资源的分配规则。妈妈也在。未来将根据先天基因优劣划分灯塔的民众等级。基因的优劣将会决定不同的生活待遇，有价值的人才配得到珍贵的资源，优秀的基因才能拥有繁衍的资格，并且灯塔今后将会取消家庭关系，安排基因匹配度较高的男女繁育后代。城主大人，我不太理解您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城主说，以后基因低劣的只配吃虫子，基因优质的跟谁睡都行。反正他也不准备要自己老婆了。福林博士，我们这是在讨论灯塔的生存问题，不想与会的话，就请你出去。我只是闻到了人种优化理论的腥味儿。基因确实可以决定人的遗传特征和生理性状，但并不能左右命运。你把灯塔当成了什么？孟德尔的豌豆？作为民生部的负责人，我想知道，取消家庭关系，孩子和老人怎么安置？基因优质的新生儿将进入极域同教系统，按照年纪分级，由灯塔统一养育和培训。凡70岁以上的老人们都拥有足够的智慧，他们有足够的勇气追寻初代城主的脚步，到地面探寻更远的地方。以上所说的基因优化、极域同教、勇者远行，是我们未来准备执行的3大法则。不就是想少几张吃饭的嘴吗？什么探寻真理？没了家庭，剥离骨肉，摒弃情感，把所有人都变成基因池里的数据，确实是末日生存的最佳决策。可这样活着，我们还算是人吗？你3言2语就否定了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，灯塔上谁会同意？妈妈，老师，我也认为这样的变革并不利于生存。如今活着已经够辛苦了，而这些条条框框会彻底抹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让民众连最后一丝温情都感受不到，只怕会失控。你的担忧没错，安抚民心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一个精神寄托。我计划将德雷克的司法部门改为光影会，未来我们的是非对错将由光影之主决定。城主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律法适合存在于和平年代，现今灯塔对司法体系的沿用，只是眷念曾经的辉煌，想以此证明我们还有文明。但实际上，身处末日需要更好的机制来维持生存。德雷克曾用生命捍卫司法体系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向城主摇尾巴了？
啊？我实在无法接受用这样荒诞的法则将我和家人分开。摩根城主，您很清楚灵渊者当年的战斗力，只要您批准人体实验，我一定再次启动它，那就能降低猎荒者的伤亡，也能解决当下的困境。你觉得家人不能被拆散，却拿其他人当你的小白鼠？灯塔人可以为了职责而牺牲，但不能把性命扔在实验室。总司令，不如调配更多城防军，由我率领支持猎荒者下地采集任务。以前，地面的敌人只是武装聚落和油漆悍匪，情况尚且可控，但现在实际兽越来越多，猎荒者的阵亡率已在60%以上。目前我们的繁育率远远跟不上战损补给，如果再不管控，不久后即便算上所有城防军，适龄的战士也将所剩无几。你们之前不也是靠着克洛托给出的坐标才能带回物资吗？没错，问题不在制度层面，唤醒克洛托才是关键。是的，到时候猎荒者的存在就不是那么必须了。就像过去，铝比黄金珍贵，皇冠都用铝打造。自从电解铝技术问世，铝都能拿去做易拉罐了。只不过如今唤醒克洛托可能要用人脑与它连接，灾难前用纳米机器人从颈部静脉到达脑皮层附近，就能轻松完成精密的脑部手术。但现在技术断层，只能开颅了，我可没把握受术者能活下来。我愿做开颅的志愿者。无论是克洛托还是临渊者，都得牺牲人命去做实验，你们能保证100%成功吗？谁再提这些，就去资料室待着。一体化计算机推演了未来半年的物资消耗。按照当前制度，即便最节省的分配模式，我们也会在4个月内面临饥荒。执行3大法则，是确保灯塔存续的唯一出路。如果有办法应对噬鸡兽，降低猎荒者采集时的阵亡率，老师，是否能再慎重考虑一下颁布3大法则的决定？几周前借调给猎荒者的城防军里，有1名士兵在与地面武装交火时头部中枪，命是保住了，但前额叶受损。后来噬鸡兽来袭，唯独没有攻击他，就像看不见一样。我们是否应该再研究一下？红鹿总司令，这是个小概率的事件。您是城主大人最骄傲的学生，现在更应该思考的是，当我们迫不得已必须实行3大法则时，该如何维持灯塔的秩序？老师，如果民众根本没法接受3大法则，您会怎么做？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得做出改变。3大法则先强制实行，如有异议，再行商榷。今天到此为止。森格副官，我们出去聊一下。明天你生日，查尔斯和静南练习了好久的4手联弹，想给你一个惊喜。这违背了您制定的3大法则，城主大人。你父亲将灯塔托付给我，无论如何我都…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不能用算法匹配，情感更不会被冰冷的法则斩断。至少在基因检测前，我们一家还能最后再团聚一次。还装什么？到时候要我跟哪个男人繁育，什么时候带走我的孩子，请你亲自通知我。
计划行动。灯塔的民众们，面对未来，我们必须做出改变。3大法则即将实行，民众需前往指定地点进行基因检测。灯塔将依据检测结果发放胸牌，胸牌是身份等级的标识，关系到每个人在物资领取、住所分配、职务调整等方面的权益，务必妥善保护。别碰我！我求求你放手！德雷克，法则施行期间，想必你也收到了不少民众的意见。光影会还没正式成立，作为司法系统的负责人，你有责任向城主转达这些反对的声音。可你却无动于衷。以前我认识的你不是这样的。你倒还是老样子，正直赤诚，心系民众。少来这套！最近灯塔发生的暴力冲突，比过去3年加在一起还要多。我想找老师谈谈，但他却不肯见我。如何保障法则的实施，城主自有他的考量。那天在会上，灯塔的风向已经变了，你必须警觉起来。什么意思？那天会议上，城主和埃隆一直很淡定，无论任何方案都动摇不了他们。直到你提及那名士兵，他们的神色突然有了变化。前额叶是大脑中控制情感的关键区域，一旦受损，就会失去情感认知。你肯定在猜想，这就是士兵没受到攻击的原因。你也认为噬鸡兽也许是通过情感来追踪人类，而这一点老师和埃隆他们可能早就知情。这可能也是城主颁布3大法则的原因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他为什么要瞒着我们？大多数体系都会有反对者，更何况对于一个封闭的系统来说，但凡有一个背叛者，结果都将是万劫不复。确实，一旦有人在灯塔着陆地面时刻意制造混乱，用强烈的情绪波动引来噬鸡兽，灯塔就会覆灭。所以老师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真相。人类行动的第一大推动力是恐惧，正如旧世界一位哲学家所说，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情感的奴隶，并且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，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。城主颁布3大法则是源于恐惧，也是为了灯塔的安全。其实摒弃情感对我来说也很艰难，但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接受城主的安排，因为我不想你有事。后路总司令，猎荒者正在缉捕所有反对3大法则的高层，我们要不要介入？德雷克，你赶紧回去，我会派城防军保护你和家人，今晚千万不要出门。我说了那么多，就是为了让你不要插手这件事。城主是我的老师，在绝境中用3大法则维持存续，我虽能理解他们，但如果用暴力肃清的手段来达到目的，我实在不能接受。因为那些反抗者中也有和我出生入死的战友。进入1级城防状态，让4个山区的城防军队长带人到武器库集合。是。今天怎么是爸爸讲故事？妈妈呢？明天你要出任光影会会首，听完故事就乖乖休息，好吗？爸爸，可以给我讲一个新故事吗？好。曾经，大海是蔚蓝而神秘的乐园，海底的生活快乐无比。有一天，国王的船队从海上开过，小美人鱼爱上了人类的王子，她想要上岸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于是她潜入海底，找到禁地的女巫。女巫审视着小美人鱼，冷笑着说道：“愚蠢的孩子，想要得到人类的双腿，
必须要拿出你最宝贵的东西来交换。小美人鱼坚定地说：“如果不能和爱人在一起，活着有什么意义？”她将自己美妙的歌喉献给了女巫。女巫递给她锋利的匕首，轻声说：“改变是痛苦的，孩子，你要挺住。只有拥有双腿，你才能在岸上活下来。”小美人鱼拿起匕首，刺向自己的鱼尾。葫芦总司令，快走！摩根说：“只要你没来这儿，一切都会和从前一样。”作为城防司令，保护民众本就是我的职责。但我从没想过，有一天会与老师为敌。现在投降，还有转换的余地。已经阻止不了这一切了。现在就放了所有被关押的人，停止杀戮，所有责任我来承担。不想红扣和马克出事，就把枪放下。你就算什么都不做，我也必死无疑。你今天的背叛，只会让城主永远不再信任你。我们都只能选择做自己认为对的事。我会替你照顾好红扣和马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希望他们没有来到这个世界。世界本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运行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也许他们的使命，就是打破这个冰冷的法则。司令大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关于世纪兽的真相，无论如何都要公之于众。这也是你必须死的原因。伴随着刀刃切割骨骼和肌肉的声音，剧烈的疼痛使他失去意识。小美人鱼从海边醒来，艰难地站起来。水下的伙伴喊着：“加油，往前走一步，再走一步。”小美人鱼痛得几乎要昏过去，但她知道，只有承受痛苦，才能迎来蜕变。德雷克法官，既然您答应把司法部门整改为光影会，为什么还要私自留存所有人的亲缘档案？灯塔的困境只是暂时的，等生存危机解除，人们总归是想要和自己的亲人再次团聚的。城主不会容忍这样的隐患，交出档案。我可以有很多办法保全当下的自己，但我想保全更多人的未来。美丽的夕阳洒下，小美人鱼向城堡走去，向自己的爱人走去。不知不觉中，她被剪开的鱼尾变成了美丽的双腿。爸爸，那小美人鱼如果不剪开尾巴，还能和王子生活在一起吗？有时想得到最想要的东西，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，哪怕舍弃你最宝贵的东西。昨天夜间，灯塔遭遇未知怪物袭击，猎荒者城防军殊死抵抗。灯塔会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保卫家园不幸牺牲的勇士。他们分别是
城防军总司令洪禄，律政所长官德雷克，通讯链路工程师保罗，军械物资管理阿什，航空指挥部官维克，飞善指挥者。如其光阴，光晕众生，众生随意，光地无魂，影蔽无体，一道至狱，乐而不淫，宁残体肤，不弃光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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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晕众生，马克，光敌无魂，一道至狱。看到灯塔英雄沦落至此，心生怜悯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沙子，就这一次，明白吗？拿出来戴上吧，已经是上名了，不用这样遮遮掩掩。宁残体肤，点火！马克！怎么？什么事啊？什么情况？你们都被我包围了！追攻！追攻！好不容易才弄回我的光影，看我怎么消灭你们！光影之主早已洞察一切，把他们拿下。问问你的光影之主，看我今天会不会打爆你的狗头！放肆！你敢吗？
叫下来的都停手！都停手！停手啊！快，后撤！后撤！都给老子闪开！喂，接着，你们的二人世界跑堂了。猎荒者老大和副官被一群废物按在地上摩擦，传出去也太丢人了。作为猎荒者的王牌，我是没脸在灯塔上混了。来，给你开锁，别咬我啊！先说好啊，以后大家住在一起，你们不许打鼾，不许磨牙，不许放屁。跳猪那么小，可坐不下你们。到时候谁先上车带谁走，掉队了我可不管。我看你们这队伍啊，是散不了喽。丽塔，你那边准备好了吗？随时可以出发。妈的！别他妈催了，不如你咬断它得了。没想到猎荒者连锁都打不开，太虚了吧！你干嘛呀？您可得学着点哦。啊！推那么远干嘛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喂，哎呀，妈的！怕不怕？怕不怕？你还怕不怕？我他妈早就想揍你了！怕了怕了！呼，怕你还那么大声！怕了！这么小声，谁听得到啊？怕不怕？啊？怕不怕？嘿，搞定！哇，这招好使吗？曾经英俊勇猛的马克队长，就因为被脊骨寄生而变成如此丑陋的怪物。闭嘴！你有没有想过，马克在重力体里是怎么被人把脖子给划开的？什么？又是怎么被脊骨寄生的呢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是你？原来是你！不要不要！啊！听着，马克失败。盖文，盖文，喂，盖文，出什么事了？收到警徽。1225去求马克给伤兵换心脏，詹品的翻越任务，最后再让人把马克给摸了脖子，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你这个畜生！
重力体出动。饶兵副官，马克队长，你们没事吧？马克队长。马克队长，你没事吧？马克队长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，但是马克，你不是他们口中的怪物。虽然不知道你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不是一直都想回到地面吗？我们马上就要做到了。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你说我们离开灯塔，去地面组成家庭。马克，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的家人。下去之后，整个地面都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可以整天黏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听说旧世界相爱的人会举办一场仪式，叫婚礼。他们会收到朋友们的祝福，会交换彼此的信物，然后他们就会永不分离。我多想到地面之后，也会有一场属于我们的婚礼。马克，我真的好想跟你一起变老，想看看满脸皱纹的你还打不打得过10级手。我好舍不得你，但是为什么在末世中和相爱的人厮守是这么奢侈的事情？任兵！任兵！马克！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勇敢的事，就是告诉了你，我爱你。即使会和这操蛋的末日一起化成灰烬，我都不后悔。真好，在离开这个世界前，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，少了我，你也要活下去。任冰，怎么会这样？闪电副官被抽了魂，原来他是噬击兽！原来马克队长是噬击兽！灯塔上有噬击兽！快走，快离开这里！
马克，不成不成，人品！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你都不知道自己刚才干了些什么。猩红素。他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样？我要亲自验证。接受现实吧，现在的马克才是我们的希望。你才是希望。原来老家伙所说的桥梁，就是让你成为真正的十级手。从你被宣布继任城主之后，我每天都想让你挫骨扬灰，没想到我所做的一切，反而成就了你。讽刺，真是讽刺！快跑啊！好，很好。看来我确实低估了你这个莽夫。既然你现在对灯塔来说确实还有些用处，那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留下来，完成你的使命。会首大人，您的伤得及时处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给我走开！分手大人，你可会的左手啊！你说什么？现在手术还来？重力体全部出动，一定要给我抓活的！这是。请民众
整定位算法，各战斗单位保持警惕。他在哪儿？什么情况？别开枪！别开枪！目标位置更新。427，他是王所，拦住他！目标已到达新阵地，位置信息已同步至其他阵地。白山23号，请求支援。定位白沙23号。守护1号注意，受敌残，位置在 F 山区29号悬吊楼。保持阵地，让开道。你找死啊你！他在下层环道，所有重力体锁定我的位置。灯塔正在11顶层，预计还需17秒。他在这儿！你不是很能跑吗？跑啊！灯塔就这么大，看你能躲哪儿去！来呀，畜生！停火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！城主，4277，都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快让开！我是上民，让我进去。去！哪个上民的胸牌上会是一串数字？你可以过去，他不行。目标市敌受位置丢失，请各战斗单位扩大搜索范围。司令大人，重力体的追风马克思厕所集中的能源管道引发了大爆炸。让航控室汇报受损情况。平衡系统发生故障。会首大人，灯塔中心正在偏移。多处能源管道坏损，环1推进器报废，环3推进器准备重启。是。所有人员注意，启动应急预案。会首大人，灯塔即将失去平衡。
马在倾斜的灯塔上追击他，得速战速决。是。不好，马上激活备用动力系统。是，快！已激活。挥手大人已启动穹顶小型推进器，可只要怪物还在灯塔上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派人对怀疑推进器进行抢修。如果再不想办法，灯塔的倾斜会达到极限角度，将有坠毁的可能。那个怪物它烧毁了整个灯塔。如果害怕坠毁就迫降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我活捉马克。可现在下面全是聚集的噬击兽，现在紧急迫降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核酸推进器重启完毕。好，962七，你快点儿，快点儿！能源不足，尽快着陆。森哥长官，重力体的续航能力不足以支持我们长时间飞行。啊，什么声音？啊！开什么玩笑！穿越四开！呀！427，你醒醒！427！记忆深处的对话，引领我们将自己爆炸，在作茧自缚里，愚昧的将自己都融化。当皮肤神经都已融成了渣，我当流浮在那是谁挖走了我的眼？为了那破茧成蝶的欢愉，只剩下我诉说，这是必要付出的代价。你不是他，你却是破壳而出的怪咖，粉碎了吧幼稚的谎言，蠕动的身体要随着肩膀。队长大人，他从那边过来了。没用。不跟我做个了断，他是不会放弃的。你不是他，你却是破
护所，感觉如何？我知道，你觉得是我害了你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走的每一步都会如我所愿？你无法接受冉冰被迫执行繁育任务，忍受不了冷酷的3大法则。你不能对一个老人袖手旁观，也无法拒绝1225的请求，更不会对一个臣民设防。就因为你太感情用事，才会一步步落入我的圈套。你的愤怒毫无意义，不断涌出的情感只会让生命原质散发出强烈的气味。正是这种气味，使我们在世纪兽眼中无处可藏。这正是摩根实行3大法则的真正原因。不管以后你受多重的伤，只要没死，我都能救你。你就盼着我点好吧。救他吧！快躲开！快死了！没事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可我离开灯塔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你所真实的情感，不但一文不值，反而是人类生存在末日中的致命弱点。正是人们的感情，才让我们每每处在危险之中。你知道摩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吗？是因为他害怕在灯塔这个封闭的系统里，只要出现一个背叛者，人类就将彻底失去最后的家园。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把一切告诉你，你就几乎毁掉了整个灯塔。你现在还有挽回的机会，成为世纪兽，跟我合作吧，为灯塔揭开生产的秘密。毕竟轮回地面，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？比起清除玛纳生态，重建人类文明，你我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变成世纪兽？为什么？都死了，都死了！因为你，大家都死了！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们的吗？这个该死的世纪兽！骗子！你把大家还给我！真是讽刺！现在整个灯塔只有我将你视为希望，但你却执着于过往。人类永远都被情感所困，哪怕真相就在眼前，也无法看清。
稳。一直都是被你救，这次老子以死还清了！为什么瞒着我？我并不知道克洛托有着灯塔的最高控制权。如果强行切断克洛托和中控的连接，能否重启推进器？确实可以手动切断连接，但从控制结构来看，这么做灯塔会立刻失去管理系统而坠毁。库存的物资加上空中花园和虫饼的产出，短时间内我们倒也饿不死。但氦气储备仅能维持数月，更严峻的是，灯塔下方有噬气兽正在聚集，氦气耗尽时，迫降地面，我们必死无疑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在思考如何破解它输出的信息，却忽略了一件事：克洛托本质上可能与人类大脑的原理并无二致，内部运行也许都是通过神经突触和神经肽来传递的。它如果有自我意识，很可能也在思考。既然如此，只要将它与人脑直连，让地质传导，这样一来，神经信号应该就可以。你说的没错，克洛托是有机物和无机物相互嵌套而成的尸件，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活着的个体，但人脑与它的信号和神经突触反应并不匹配。假如两者相连，互相干扰，陷入混沌，那时候灯塔的命运就提前结束了。到现在为止，7人坠楼，200余人受伤，部分大型主要设施已损坏。城主大人，城主大人，城主大人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，灯塔不能没有您。司令大人，城主叫你来，不是听你说废话的。雷达显示15公里内的噬鸡兽正在异动，大量的生命原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目前民众对噬鸡兽的聚集并不知情，我担心继续低空悬停会吸引更多噬鸡兽靠近。我请求将猎荒者的备用弹药挪给城防军。小猫几只，要那么多武器干嘛？你手下有几个和噬鸡兽战斗过？虽然我们对内有绿教士，对外有猎荒者，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用。当下几支猎荒者队伍都在地面执行任务，眼前也只有城防军能保卫灯塔的安全。只要有我在，再强的噬鸡兽也绝不可能染指灯塔半步。好好看看屏幕吧。这是离渊者。但无法启动的战甲就像一尊雕像，并不能对眼下的困境有任何帮助。给我足够的实验体，10天内一定可以启动临渊者。据说绿教所一直没有停止攻击实验体吧？不行，我等你就行了。小爷让刀队死，放开我！可他的三人即将降临，历史之魂正将踏上归途。382，请回复。人类可以启动临渊者是毋庸置疑的，可惜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似乎拥有类似免疫系统的排异机制，猩红症患者进去后都必死无疑。律教所迄今为止提供给我的，都是猩红症患者和患有严重基础病的臣民。城主，我需要健康的活体。林渊者是眼下对抗噬极兽的唯一利器。要多少？越多越好。不过我先说好了，我需要那些实验体，但我不能保证他们最后都能活着。够了，加利博士，灯塔就这么多人，如果林渊者一直无法启动，5个、50个、500个够不够？如果所有人都成了你实验的牺牲品，那最终导致我们灭亡的，究竟是马纳生态，还是你？你刚才不是已经有解决灯塔悬停的思路了吗？那我们比比速度，看看你能不能在我把灯塔上的人都变成血雾之前，让灯塔再度起飞。现在应该将所有的资源投入到布防上，即使是臣民也要来协助城防军去他们该去的地方，而不是去白白送死。保护灯塔的众人，非城防军莫属。你们是灯塔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你需要的武器和弹药我都批准，清点后尽快投入使用。是，城防军誓死捍卫灯塔。靖南总指挥，克洛托的问题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答案。另外，摩根的状态好些了，去看看他吧。至于加里博士你的诉求，我也批准。什么？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查尔斯，不能这样！等等！兽群在不断接近灯塔，我的身体也撑不了多久。如果是摩根或者初代城主，他们会怎么做？无论是灯塔元年的战争，还是颁布3大法则的那场腥风血雨，作为城主考虑的从来都是灯塔的存续。灯塔需要力量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。好的，羽西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别慌，整合好下坠前后所有的脑电监控数据，连脑的事等我回来再说。靖南总指挥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如果需要其他帮助，律教所会倾尽全力帮你。为什么要帮我？城主大人对于林渊者的力量似乎格外向往。如果启动后，他执意亲自进去，我真心希望连脑计划提前成功，彻底拯救灯塔，避免城主遭受无妄之灾。放心吧，这是我分内的事。即使你这次挽救了灯塔，城主的位子也轮不到你。等我解开克洛托的秘密，也许那个时候也能找到治疗猩红症的办法。靖南，来来来，正好生死攸关，快帮我看看。也许退一步是更理想的决策。哦，哈哈，
没错，我可不会这么束手就擒的。我说格雷老师，下棋找场外援助可不像城主风范呐。妹妹啊，咱们可说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你们父女不能总是欺负我呀。好了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摩根城主，这是怎么了？马克坠下灯塔之后，老城主就这样了。为了唤醒他的记忆，查尔斯将他安置在这儿。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你们的母亲梅薇亲手布置的。你们别打岔，死僵！哎呀，大意了大意了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只是运气好罢了。再来一盘。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办法吗？家里说灾难前，旧世界的文献中曾记载过名为天使的基因特效药，能让大脑细胞再生，是阿尔茨海默的最佳解药。但灾难后就不知所踪了。老城主察觉到自己有异样，就为你准备好了这个。里面是他和初代城主对克洛托研究的所有资料。早年，初代城主格雷将巨脑带上来之后，为了便于研究，将中控服务器连接到了巨脑上，组建了克洛托系统。后来某次航行中，塔尔塔洛斯不幸遭遇强刺抱团，绝境中，克洛托竟入侵中控，拯救了大家。从此二者无法分开。入侵了中控系统，假如有过连接的先例，那应该也能与人脑连接。绝对不行！梅薇，别听福林这个疯子胡说。巨脑来自于一个存活了数亿年的神秘生物，它与生态灾难的爆发息息相关，极其危险。福林，你再怂恿我妻子做这种危险的事情，就给我滚去治疗室！好的，都听你的。哼。福林是谁？他是克洛托曾经的管理员。据说，旧世界最强的超级 AI 为了寻求救世的方法与巨脑相连，却被吞噬。多年后，福林受令于初代城主，多次尝试把超级 AI 从巨脑中剥离出来，但无论如何都检测不到他的意识信号。可是自从婴儿马克被带回灯塔之后，巨脑操控灯塔的频次剧增。初代城主正要一探究竟，克洛托却不知为何陷入了休眠。马克和克洛托竟有如此深厚的联系。嵌合体马克摄取染冰生命源之时，深眠多年的克洛托也出现了畸形迹象。马克和克洛托之间的神秘关联，是摩根城主一生都想破解的谜团，但至今没有任何进展。唉，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窥探巨脑的秘密。我现在必须揭开他的秘密。查尔斯为了保护灯塔，已经全面开启了灵源者的人体试验。我只有尽快解决玄庭问题，才能阻止他继续杀人。我对人体试验一向深恶痛绝，家里的疯狂曾让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。但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为了灯塔的存续，这些牺牲恐怕在所难免。即使是摩根城主，也会做一样的选择。我是航控总指挥，因为灯塔悬停而牺牲的每一条性命，我都难辞其咎。去找福林吧，那个老家伙待在资料室很多年了，可不太好对付。等我解决了眼下的困境，再来看你。梅薇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查尔斯和景南连了好久的厮守连弹，他们一直想要给你个惊喜。
不会让你和灯塔有事的。求求你们，放了我吧！我一直都为灯塔尽心尽力的工作，你们要干什么？4926，不要紧张，你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，这对于城主和整个灯塔来说非常重要。加里博士，上次3把我玩进去，就再也没出来过。加里博士，我求求你了，放了我吧！我不想待在这里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4926，我需要你做的仅仅是进入这台生物铠甲内部，然后尝试控制它，最后把所有内部情况告诉我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这是什么？放开我！我不想进去了！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当领源者受到微波脉冲刺激时，外壳便会展开，犹如扭成外翻稳步的捕猎机制。它仿佛对人体有趋向性，能够促进人体与机甲的相互生物作用。这是什么？放开我！加里博士，还帮你打扫过房间呢，你还记得吗？加里博士，加里博士，加里。实验体与领源者的结合同步率在升高，目前没有排异，链接稳定。洛特，进行功能区域的测试。是。4926。能听见吗？活动右手的手指。攻击面前的目标。那可是用来测试穿甲弹的钢板，竟然一拳就……怪不得当年老城主和摩根要不计代价把他从白发女人手里抢过来。是啊，维克多那条胳膊也算没有白丢。健康活体竟然真的管用，看样子加里博士的研究就应该突破伦理壁垒才是嘛。光影之处必有。加里博士，展示武器。继续。4926，转过来。启动武器系统，攻击我身边的目标。4926，执行命令。4926，听到没有？执行命令，快！等等，4926，我让你。住手！4926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4926，不好！所有人立即撤离，呼叫城防军重力体，立刻支援生态研究所。
对他根本没用。听我！你的技能终于复苏了，那么多牺牲总算没有白费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立刻采样检测。是。线粒体碎片化严重，实验体的表观遗传时钟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往后波动了许多，几十年的生命过程仿佛被吞噬了。健康活体会衰退，猩红症患者暴毙。为什么那个白发女人可以毫发无损？如果真如马克所说，白发女人一直活到了现在，那么为临渊者提供动力的难道是时间？不对，时间是不存在的，它不是实体，也不存在于任何维度，只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模糊概念。时间的流逝也不产生能量。自然界中一切都不可阻挡地走向最大的熵，唯有生命体的能量补充是例外。摄入熵减的极致秩序，排除熵增的极致混沌。也许它根本就不是单纯的武器，而是个生命体。那些粘液或许在迫使人体大幅透支生产 ATP， 然后将能量储存到铠甲内部，过程中或许也对端粒造成了磨损，使机体组织衰退。但 ATP 能量的消耗是实时的，不可能大量存储啊。下次将适配剂中的环线苷酸浓度提高，减缓细胞老化，保障临渊者的能量吸收。还要继续实验？加里博士，你真是疯了！目前在我看来，他就是个不可控的杀人机器，而且每次驾驶都会牺牲一条性命，这么大的代价，却只换来短短几分钟的驾驶时间和混乱的无差别攻击。驾驶时间短是因为基因低劣，失控是因为那个臣民主观意识的抗拒。你的意思是，接下来要拿上民做实验？坦白来说，在座各位现在在我眼里才是最优的实验人选。如果心系灯塔，基因优良的各位自愿成为实验体，我相信刚才的事故绝不会再发生。你这个混！你刚刚不是让我突破伦理壁垒吗？怎么到你这儿来就突破不了了？灯塔悬停，寿山逼近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拿我们几个开刀？我要是进入临渊者，第一个杀的就是你。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听话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？灯塔有难，只要能替城主大人解忧，让灯塔转危为安，无论做出什么牺牲，我都愿意。加利博士，随时恭候。哼，别开玩笑了！你们这帮疯子！临渊者实验是否继续，还得城主大人定夺。加利博士，给你最高权限，实验继续。城主大人英明。现在寿山离塔底不足100米，阻击兽群上塔，为临渊者争取时间，就只能依靠你了，森格总司令。是。我以性命担保，绝不会让任何一只噬脊兽登上防御平台。尤恩，统筹灯塔现有的所有武器装备、战斗人员，全部交由森格总司令任他调遣。
是，遵命，城主大人。现在森格总司令兵权独握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。都快点，别磨蹭，这些都往那边放。这厮可真够悬的，眼看着从几千米往下掉，差点就没命了。哎，我听说灯塔的降落伞包都锁在物资整备室了，咱们夜里去看看。别做梦了，到时候绿教师的戒指抽死你！别偷懒，快干活！是谁？给我去！站住！又是陈明偷东西！站住！别跑！你怎么了？关于这种朋友，卢卡斯。鉴于灯塔悬停，世纪兽群距离塔底仅45米的严峻形势，灯塔已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。自本令发布之时起，灯塔防御平台以下各岗位全部停工，所有民众严禁擅自离开居所和安全区域。任何违反戒严规定者，将依据灯塔安全条例严惩不贷。目前灯塔物资极度紧缺，将立即启动紧急物资调配计划，缩减上民的食物配额，保障基本生命维持所需。请民众理解并配合，减少非必要消耗，共同节约每一份资源。为应对危机，灯塔维修工程师、物资调配员等关键岗位立即增调人手。城防军实行2小时换防制，确保精力高度集中，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与应对。鉴于灯塔悬停，世纪兽群距离塔底仅45米的严峻形势，灯塔已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。自本令发布之时起，灯塔防御平台以下各岗位全部停工，所有民众严禁擅自离开居所和安全区域。任何违反戒严规定者，将依据灯塔安全条例严惩不贷。3个总司令，目前灯塔物资极度紧缺，将立即启动紧急物资调配计划，缩减上民的食物配额。卢卡斯，基本生命维持。你有什么事吗？请民众理解并配合，减少非必要消耗。我想调岗。共同节约。为应对危机，灯塔维修工程师、物资调配调哪儿去？关键岗位立即增调人手。城防军、航空师、玉子部，哪都行。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与应为什么调岗？我站岗的时候见到过那些射击手，他们堆叠的像灯塔一样高，我们连一只射击手都没打过，更何况是那么多。明明咱们现在这个距离是听不到射击手的声音的，但我脑子里无时无刻都在回荡着他们的嘶吼声，包括现在，一想到那些怪物锋利的牙齿撕开我的皮肉，我就浑身发抖。
我现在这样没法战斗，我对不起大家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跟大家并肩作战，多一个逃兵，城防军就少一份力量。但我就是不敢。我知道，也许就算我离开前线，可能也多活不了几天，但哪怕能多活1分钟也好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让我离开城防军。去医疗区装个义肢，回到岗位上去。锋线点我出。你们每个人腰间都有一把枪。如果你们愿意，现在也能了结自己的生命。但还有另一个选择，你们可以用这些子弹去抵抗噬鸡兽，也许我们还有一点活着的希望。弹药装备已经全部就位，我们也按随影传回的最新消息调整了战术。已经用韩镍的防腐蚀材料加急制成防护网了，剩下的就靠我们了。司令，要是这回守住了，我们能不能天天吃牛排？再好的东西天天吃，不腻吗？司令，我不像他就想着吃。要是这次战斗您不小心撞跌了，您的位置能让我给您系上吗？要是你挂在我前头呢？哎，你有啥想要的？希尔达，如果这一仗打赢了，我想看看你的身体。别光看呢，打完仗，晨曦大厅见。回头我一定亲手把你俩送上火星台。为了灯塔而战！为了灯塔而战！他很迷人吧？我以为航空总指挥知道什么东西该碰，什么东西不该碰。没想到你长大以后简直和梅薇一模一样。摩根能一直把你当作女儿看待，真是不容易呀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没想到镣铐拴得住您的腿，却拴不住您的嘴。弗林博士，我希望您能帮助我们突破人脑和克洛托神经信号不匹配的瓶颈。当初我可就是因为研究脸脑才被关到这儿来的，10多年了，
摩根那个老顽固终于想通了。弗林博士，现在的城主已经是查尔斯了，目前灯塔被迫悬停，情况紧急，我们必须立刻连通克洛托，才有一线生机。摩根那个老东西是失智了吗？竟然把灯塔交到你们姐弟俩手里。他不是向来最倚重马克那小子吗？如果您还想离开这里，就赶紧帮我解决问题。你这是求人的态度。我可以帮你，不过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摩根关了我10几年，让他到这儿来给我道歉。第二，让查尔斯下台。我要当城主。这第三，你去律教所申请。和我到晨曦大厅完成繁育任务。有什么好笑的？第一，老城主现在连你是谁都认不清，肯定没法来跟你道歉。第二，你要当城主，只要写一份申请，查尔斯审核通过，你就能立刻上任。第三，要去晨曦大厅，你已经严重超龄了。别笑了，我不会帮你的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弗林博士，我知道完成一场人脑与克洛托的直连是你毕生的夙愿。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？只要你答应，我立刻还你自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谁来做手术者？没人会愿意的。那就我自己来。等等，解决信号不匹配的关键是利用脊骨，还需要在你脑中植入孢子病毒。一切都是不可逆的。那更应该由我自己来。森格司令，世纪兽已逼近最后阻拦区域。各单位稳住！请去开火，稳住！司令，稳住！他们要上来了！稳住！老长！畜生！别高兴太早，这也就是拖延一下时间而已。再来就接着电他们呀！灯塔电力暂时不足以再次启动电网，各火力装填弹药。是。奥兰德，带守护者跟我来，准备对付第二波。是。
金属网撑不住了，上炸药！断开金属网！起步！他们可以消停一阵子了。怎么回事？金属网崩溃了！是双恶兽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得找到兽群的支撑点，然后破坏它。行，照你说的办。兽群堆叠成锥形山体，生物雷达显示，内部的双恶兽是主要支撑结构。我们先同步打击其肢体关节，削弱山体结构的稳定性，最后炸断它的脊椎，就能瓦解山体的支撑。可是这些点位都在兽山深处。炮塔还剩多少枚导弹？15枚。炮台组激光标定目标，连续同步打击目标点位。3号视野良好，激光照射正常；2号照射正常；1号照射正常；1号武器发射；4号武器发射；6号武器发射；2号武器发射。导弹接近中，引导信号良好，3秒、2秒、1秒，到0。首发破口打上了，2发破口进入，2发点摧毁，贝塔点摧毁，伽马点摧毁，德尔塔点摧毁，只剩最后的脊椎点位了。2号炮塔立刻开火！2号发射，最后1枚发射，最后1枚发射。是哑炮，该死！混蛋，就差最后一下。有一台重力体正在脱离站位。是奥兰德。奥兰德，你想干什么？司令，我已经接近坐标了。如果不趁现在炸毁最后的点位，就会功亏一篑。你个混蛋！你忘记你之前说过什么了吗？对不起，希尔达，我要失约了。但我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。是奥兰德，为灯塔而打！奥兰德！怎么会这样？爆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我们并不知道兽山内部还有什么。各单位重新布防。报告司令，剩下的弹药可能顶不了下一波了。虽然兽群再生需要时间，可一旦它们恢复过来，就会继续堆叠。想要摧毁兽山，就只有启动电磁炮了。城主大人，城防局已经暂时将兽山部分解体，请允许发射中央电磁炮，那样就可以彻底瓦解兽山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为什么？不能再等了！兽群正在再生，一旦反扑，灯塔会彻底失守。司令大人，
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守住防线，而不是索要更多。能给的资源，城主已经给你了。你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才拉开灯塔与寿山的距离？现在伤亡过半，弹药即将耗尽，我们……电磁炮会大量消耗能源，会影响未来支联克洛托。一旦手术成功，灯塔就能恢复航行。我不能把希望只压在你身上。什么？城主大人，我……最下方的监控没有画面，飞行兵去检查一下。是。快点注意，好像还有！他们上来了！他们上来了！快不快？出去！城防军离队，屠城防线。是。我们子弹了！他们队太多了！司令，放弃末端，暂紧立住，撤退到上环吧。退到上环，这里就会失守。我们已经失守了。城防军誓死捍卫灯塔，我以性命担保，绝不会让任何一只噬脊兽登上防御平台。城防军听令，全体撤退到上环，快撤退！快撤！撤退！快撤！司令，快走吧！一队、二队，快撤退！快！谢达，你疯了吗？只有总司令有权下令撤退，越权者当场处决。放弃防御平台，接替末端钻井立柱，退守上环。什么？什么？撤退的命令下得如此草率吗？你这个疯子，混蛋！你还想干什么？森哥，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在干什么？想活命的士兵有什么错？就算是撤退，也得是你下命令。他刚才那样越权是扰乱军心。司令，城主不打算帮我们吗？那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。森可，现在我们只有夺取灯塔控制权，发射电磁炮，才能在下一次兽群来袭前保住性命。
你们是继续为那个城主卖命，还是想活下去？自己决定。光晕众生，众生随影。光敌无魂，影蔽无体。以道治愈，乐而不淫。宁残体肤，不弃光影。森哥，要干什么？城主正在那！森河总司令不在防御平台抵御噬极兽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擅离职守，是想被处以重罚吗？我想看看比噬极兽更想要我们命的人，光影之主会给他什么下场？森格，既然选择战斗，就难免有牺牲。你和城主有各自的使命。眼下灯塔情况危急，别忘了你的职责。我们和噬极兽奋战的炮火声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城防军是灯塔最后一道防线，我们死伤惨重，终于换来一个炸毁兽山的机会，可他却拒绝发射电磁炮。现在呢？连脑手术还没开始，林渊者也无法启动。真正直面噬极兽守卫灯塔的，只有我们城防军。希尔达、奥兰德，还有前线的兄弟们，不能白白丧命。从现在开始，灯塔的每一个指令，将由我直接下达。森格，现在马上缴械投降，我留你个全尸。现在带着你的人返回前线，也许还有补救的余地。你我一起为灯塔辛劳多年，只要你不多事，我不为难你。放肆，把他们拿下！住手！每一名牺牲在防御平台的城防军都是灯塔的英雄，而你根本没资格和他们相提并论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不知替你做了多少脏活，可你登上今天的位置后，却根本没想给我留条活路。即便我发射了电磁炮，只要灯塔依旧无法航行，兽山还是会再次堆叠。你很清楚这一点。无论你替我做了什么，你换来的位置是灯塔的最后一道防线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守住灯塔。我要你坚守，可我没说不能放弃立柱梯次防御。退守的命令只有总司令才能下达，只是你夸下海口，却恐惧承担责任，犹豫不决。希尔达越权下令才被处决。自古以来，临阵逃脱的士兵本就该格杀勿论，监战官没错。而你却为了一己私情，以我不发射电磁炮为由，煽动士兵哗变。你无能失职，害死战友，现在还临阵脱逃，你真是个废物！一己私情？哼！你作为城主，本该捍卫三大法则。来，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把谁一直偷偷留在灯塔上！森哥，你个混蛋！
不是想启动临渊者吗？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在临死前达成所愿。你疯了吗？你这小谋逆施主！老实点，跪下！城主大人，你身怀猩红症，绝对不能进去，他们就是想要你死。森哥，你临阵脱逃，华扁夺权，光影之主必然会降罪于你。光影之主绝不会抛弃我们。改变是痛苦的，孩子，你要挺住。只有拥有双腿，你才能在岸上活下来。小美人鱼拿起匕首刺向自己的鱼尾，伴随着刀刃切割骨骼和肌肉的声音，剧烈的疼痛使她失去意识。她从海边醒来，艰难地站起来，水下的伙伴喊着加油！往前走一步，再走一步，他痛得几乎要昏过去。你们这帮畜生！但他知道，只有承受痛苦，才能迎来蜕变。夕阳下，他向城堡走去，向自己的爱人走去。不知不觉中，被剪开的鱼尾变成了美丽的双腿。他的耳畔萦绕着伙伴们的声音：加油！往前走一步，再往前走一步，再走一步。
时想得到最想要的东西，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哪怕失去最宝贵的东西。查尔斯，这真的做到了！火影之主降临了！火影之主降临了！姐姐，照顾好父亲。